前面就是荣军院了。荣军院是当时法国这个政府为这些伤残军人们盖的地方。看前面那大教堂圆顶没有？那下面就是拿破仑的墓。贴了金箔的。简单安检以后进来了。上面写的法文也不知道什么意思。OK 又是胜利女神。这里是需要买票的，对，必须买张票。参观荣军院是免费的啊，但是要是你想进去看这个拿破仑的墓是要收钱的啊。门票就是这个这个15欧元很友好啊，它这还有中文的解说。拿破仑1821年死的一直到1840年才迁到这里，把他的遗骸迁到这里，等于他死了以后有19年那么拿破仑这个人至今还是有争议的，但是他有一句话中国人非常熟悉，就是说不要惹东方的那只雄狮现在是沉睡的雄狮，就是中国。荣军院最早是路易14为这些伤残军人还有这个老弱的军人修的一个福利设施。后来拿破仑首开先河，把一个元帅埋在这里，开创了这个纪念这个军事伟大人物的先河。那么后来也是他自己也埋在这里了。这里呢就是拿破仑墓的入口了，你可以看到这个金光灿灿的穹顶，是不是？进来以后就是这个样子了。拿破仑的棺木就在这个圆圈下面。我先看看穹顶吧。这是贴金箔的。正前方是祭坛，是耶稣的祭坛了。在看他的棺材之前，我们看看旁边几个其他几个人的棺材像这个，这有一个拿破仑一世的约瑟夫·拿破仑一世。这是拿破仑一世的。奇怪的是这边少了一个雕像这棺材还挺大的在这里可以看到缩写，一个 J 一个 N， 就是他的名字的缩写。这个人是拿破仑的大哥，对吧？差不多是这个关系吧。大厅的右侧是沃邦，沃邦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元帅了。路易14的时候，据说他的心脏保存在这里面的一根柱子的顶部。具体哪根柱子没有说，也就是说他的整个的身体并没有在这里埋的，而是他的心脏然后他的旁边呢是伏羲元帅的这个墓对伏羲的生平并没有介绍，但是这个雕像刻的是真不赖，
青铜的，这个士兵的表情都很肃穆、悲伤的样子。然后伏羲元帅呢在上面，平卧啊，手上还拉着一把剑。你看士兵，包括士兵的脚步，能感觉到脚步很缓慢、很沉重的感觉啊。有雕像给雕活了。这里也少一个雕像啊，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穹顶刻画的是一个神父的事迹，一个很有名的基督教早期一个神父的事迹。这里就是那个中间那个大祭坛了。在左侧的这个礼拜堂里面，这是一个元帅的这个棺椁在这里啊，青铜石棺，这边还有阿拉伯语。除他之外，还埋着一个人，但他不是他的遗体，而是他的心脏，在这里。这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个战斗英雄啊，名字非常长，不好念。他的心脏放在这里了。跟沃邦对称的位置还有一个沃像啊，这个人也是一个元帅，是在比拿破仑早期的路易14那个年代的一个元帅，把他的遗骸埋在这里了。这是最后一个测试，埋的是一个王妃啊，一个杰罗姆·布拉巴。另外，他这个地方过去在拿破仑还没有正式下葬的时候，这个地方放过拿破仑的灵柩。然后可以看到上面有蜜蜂的图案，对吧？蜜蜂是拿破仑的一个象征了。法国王室一般这种百合花，但是拿破仑的象征就是蜜蜂，所以这个地方说明他跟拿破仑有关系，就因为他的灵柩在这里放过。好，现在从上面俯瞰一下拿破仑的棺木。拿破仑在法国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了。你看他的墓旁边是12个女神啊，战争女神，每一个女神都不太一样啊，没有一个完全一样的。那么他的棺椁呢有7层啊，从里到外有7层。他从这个英国的那个小岛上叫赫拿岛吧，迁过来的时候已经死了19年了啊，所以说他只能说是遗骸啊，埋在这里了。而且仔细看呢，他的棺木的一周其实是一个地球仪的意思，指着几个最主要的方向啊。你看有莫斯科啊，还有莫斯科还有这个，我看见还有金字塔 pyramids 啊，这都是他曾经征战过的地方吧。所以这个确确实实，他这个含义很明显了啊，就是征服世界呀。从中央祭坛旁边有一个入口可以进去，到他地下陵墓去。今天走得好累呀，时差还没倒过来呢。这个就是刚才咱们看的那个圣路易大教堂，还记得那个旗子吗？说的那旗子，这些旗子其实都是所谓的战利品，对于他们来讲是战利品啊，对于失败一方来讲就叫侵略了。
其实是可以从这边走过来的啊，我现在是给它封上了。整个大祭坛的底部是空的啊，空的，正好做成一个入口。你看这个象征着这个皇帝的这个权力的这个东西，各捧一个啊，加冕啊，因为他做过皇帝嘛。往下走。到了啊，就是这个人啊，这个人说了一句话：不要惹东方那个睡着的雄狮啊，也就是不要惹中国。所以中国人对他的印象是很深的，都知道这句话。这旁边这些浮雕呢，就分别记录了拿破仑一生当中10个重要的历史性的时刻啊，所以他一共应该有10个石雕。具体什么历史时刻就不细说了。一共10块吧。从这边看，这个棺椁还是很气派的，是吧？很气派。这个人对现在欧盟的形成都有影响啊，因为他最早提出来了欧洲一体化的概念，只不过那个时候不叫欧洲一体化了啊，就是大概其实那个意思。拿破仑的儿子也在这里埋着啊，不过很年轻就死了，他活了21岁啊。龙军院除了是拿破仑的墓以外，这里俨然是一个军事博物馆，军事历史博物馆。你看这里有很多法国境内的堡垒的模型，我就不明白了，因为这么多堡垒的法国，为什么2战当中会不战而降？有一种说法是法国认为打不打都是败啊，因为英美在看他的笑话，英美在希望他能够衰落下去，不会真心帮他，所以干脆还不如保存实力啊，不战而降。这是一种说法。那这些堡垒更像是一种艺术品啊，就法国这种大的这种小丘陵、大平原这种大纵深的这种战场，这种堡垒的这个设计的还真挺漂亮的，做的挺棒的。你看。就这种很精致啊，这模型做的都是这种突出的立面，有这种战壕啊，很容易防守，不容易进攻。啊，都是这种模式。这就跟这个人密切相关啊。沃邦啊，这个人在路易14的时候，对军队进行了很多现代化的改革，包括这个一些军事工程啊。所以拿破仑把他的心脏埋在了龙军院里面。